假如你掉进黑洞，会发生什么？你可能会想，会不会被压成一张纸？会不会穿越到另一个宇宙？还是说，会看到宇宙的尽头？那么今天，我们就来做一个宇宙级的思想实验。假设你穿着一套永远坏不了的宇航服，正朝着黑洞坠落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我会带你一步步经历这个过程。首先搞清楚，黑洞到底是什么？很多人一听黑洞，以为它是太空里一个巨大的洞，其实并不是。黑洞是一种天体，和恒星、行星一样，但它特别极端，它能把极其巨大的质量压缩在极其小的范围里。大多数黑洞是恒星死后留下的残骸。一颗恒星如果质量特别大，比如超过太阳的20倍，内部核聚变到最后会生成铁，铁不能再继续聚变释放能量，核心就会突然失去支撑，在极短时间内向内坍缩，外层物质被剧烈反弹，形成超新星爆发。如果剩下核心的质量足够大，就会被压成一个连光都逃不出去的天体，这就是恒星级黑洞。还有一类超大质量黑洞，它的质量是太阳的400万倍，它所占的空间比水星绕太阳的轨道还要小。这类黑洞怎么形成的？目前还没有完全确定的答案，可能是早期宇宙里巨大的气体云直接坍缩，也可能是小黑洞不断吸积物质，互相合并，越滚越大，质量越大，引力就越强，强到什么程度？连宇宙里跑得最快的光都飞不出去，所以它才叫黑洞。黑洞周围有一个边界，叫事件世界，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条不归线，线外面光还有机会逃，线里面连光都只能掉进去。记住这条线，因为后面所有诡异的事儿都跟它有关。现在你开始朝黑洞掉下去了。刚开始你会先看到一些奇怪的光学现象，黑洞的引力会弯曲周围的时空，远处的星光经过黑洞附近时会拐弯，就像透过一个巨大的放大镜，你会看到天空变形，星星被拉成一条条弧线。如果这个黑洞附近有吸积盘，就是那些被黑洞吸引、高速旋转的气体和尘埃，你会看到剧烈的光芒，那些物质互相摩擦，温度高到发出从可见光到 X 射线的强烈辐射，像宇宙里最亮的篝火。当然，我们假设你的宇航服能挡住所有辐射和热量，不然光这些辐射就已经把你烤焦了。但很快，你的身体会出现另一个问题。引力有一个特点，离得越近，引力越强，你的脚离黑洞更近，受到的拉力就比头更大。头和脚之间的这个引力差叫潮汐力，这个潮汐力会把你的身体像拉面条一样往两头扯，你的脚被拉得更快，头追不上，身体就会越来越长，越来越细。科学家给这个过程起了个很形象的名字，意大利面化。没错，就是把你变成一根意大利面。如果你掉进去的是个恒星质量黑洞，也就是几倍到几十倍太阳质量的那种，它的世界很小，潮汐力非常猛，你很可能在还没碰到世界之前就已经被撕成原子了。而如果你掉进去的是超大质量黑洞，它的世界很大，大到在世界附近，潮汐力反而没那么强，所以你有可能穿过世界。注意，是有可能，因为后面还有更麻烦的事儿。现在我们换个视角，看看别人眼中你掉进去的样子。假设你的朋友正停在离黑洞很远的安全距离，用望远镜看着你，他会看到什么？他会看到你下落的速度越来越慢，动作越来越慢，像视频被按了慢放。更奇怪的是，你的宇航服颜色会变红，会变得越来越暗，最后像一张褪色的旧照片，贴在世界的边缘，然后慢慢暗下去，直到看不见。你的朋友此时会说，你永远也没掉进去。但你自己呢？你的感觉完全不是这样。你觉得时间在正常流逝，你没有变慢。你回头看远处，反而觉得宇宙在快进，星星飞快的演化，好像外面世界的时间被加速了。这就是相对论里说的时间膨胀。简单说，在强引力场里，时间会变慢。注意，这里说的变慢，是相对于远处的人，你自己的时间是正常的。所以掉进黑洞这件事儿，会出现2个版本。外面的人看到你永远悬在世界边缘，最后消失在黑暗中，你自己却实实在在的进去了。2个版本都对，只是坐标不同。而此时你回头看宇宙，还会发现一件更壮观的事儿，因为你的时间变慢，外面宇宙的时间相对在加速。你会看到恒星一颗接一颗的燃尽，星系逐渐远去，
就像在快进浏览宇宙的历史。而现在你终于穿过事件，你可能会以为会像穿过一层膜，或者看到一道闪光，但根据广义相对论，在理想情况下，你什么特殊感觉都没有。世界不是一堵墙，它只是一条看不见的界限。但可怕的是，一旦过去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你的任何信号、任何光线、任何电磁波，都只能朝里走，传不出去。你和外面的宇宙彻底切断了联系。更诡异的事情来了，在世界内部，起点不再是你前方的一个空间位置，而变成了你时间上的一个终点。什么意思呢？就像你无法阻止明天到来，你也无法阻止自己撞向起点。无论你往哪个方向飞，怎么挣扎，你的未来都会终结在起点。另外多说一句，我们刚才假设的是一个不旋转的黑洞，如果黑洞在快速旋转，情况会更复杂。旋转黑洞的起点可能不是一个点，而是一个环。理论上存在穿过去的数学解，但这类解往往伴随着因果律问题，目前没有证据表明能安全穿越，所以对普通人来说，结局没有本质区别。那起点又是什么？在经典广义相对论里，它是所有质量缩成一个体积无限小、密度无限大的点，那里的潮汐力强到无穷，任何物质都会被撕碎。如果你掉进的是恒星质量黑洞，你早在世界外就没了。如果你掉进的是超大质量黑洞，穿过世界后你还能活一小会儿，但越靠近起点，潮汐力越强，最终你还是会被拉成原子，原子再被拉成更基本的东西，直到已知物理完全失效。到起点那一刻会发生什么？目前没有人知道，因为广义相对论在这里已经崩溃。我们需要一个还没有被发现的量子引力理论才能描述。也许那里什么都没有，也许有新的物理，也许像科幻里说的虫洞，但目前为止没人知道。在那里，已知的物理定律失效，剩下的只有未知。那黑洞里有没有可能藏着虫洞、白洞，或者另一个宇宙？没有人知道。那些更多是数学延伸和科幻想象。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，不要尝试。好在离我们最近的黑洞也在1000多光年之外，所以你暂时不用担心。而黑洞最迷人的地方，恰恰是它站在我们已知和未知的边界上。它提醒我们，宇宙还有很多规则等着我们去发现。好了，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你喜欢这期内容，欢迎点赞加订阅。我们下期将会继续探索宇宙的另一个边缘。